你发现了没有？中南海有一个曾经无处不在、权力登峰造极的影子，最近正在被一点点的蒸发。报纸上天天是他的名字，外宾来了，他照样出来握手。但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位名义上的一尊手里那支签字的笔已经没有墨水了。没错，这个人就是习近平。真正管全党干部和人士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几年才开一次，这么关键的场合他缺席了，是蔡奇替他讲话，石泰峰主持。真正管全军高级将领的第一期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4月8号是他亲自跑到国防大学开班训话，可到了6月16号结业，最该他这个军委主席出来验收成果展现军权，他居然没露面，出来代表军委讲话的变成了张生民。一个真正大权在握的人可以偶尔让人代他讲话，但绝不可能连续把全党的党建大会、全军的整训验收全都移交给别人，自己只留下会见外宾、写回信，这些最安全、最没有实权的礼仪。这像极了1980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冬天，当时的华国锋名义上的职位还死死挂着，但军队怎么管，国家往哪儿走，他全说了不算。他就坐在那里等着邓小平、陈云他们开个会，把新人扶上去，把他体面的送走。今天的习近平不就正在步入这个致命的华国锋进程吗？那么党内那些憋了几年的反对势力下一步想做什么？他们想正式彻底的换掉他，那么就必须在党内找到一套全党都认，甚至连习家军自己都无法反驳的程序说法。统帅为什么不能再干了？他的第3任期为什么不合法？当年到底又是谁用什么下三滥的手腕替他把交班的规矩给改掉的？这一问就直接问到了一个关键人物的头上，他就是前中办大内总管栗战书。就在周二，中纪委突然放出了一颗重磅炸弹，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落马了。你可别把这案子看作普通案例，江宏伟那是黑龙江本地专门负责替省里那些顶级大佬平息事端、锁死秘密文件的扫地僧。中纪委这次动他，根本不是为了查他个人收了多少脏钱，动他就是为了拿到一把证据，去撬开黑龙江官场积攒了20年的黑箱。而这个黑箱的封条上写着的名字正是栗战书。黑龙江是栗战书从2003年到2010年整整经营了7年的大本营。他在那里从省委副书记一路做到省长，一个省的人事、企业、项目，他的根扎得有多深，可想而知。抓一个退休的正国级，在党内是天塌下来的大事，谁也不敢轻易动手。但如果只是请他出来说明一下黑龙江当年的旧账呢？这就是反西联盟最阴狠也最合规的招数。只要栗战书在那个冰冷的谈话室里坐下，调查人员要问的可就不是哪笔项目拿了回扣，他们会盯着他的眼睛，一句一句地问进程对总账。不许老干部私下聚会，不许议论中央出京要打报告的规矩，到底是谁推动的？还有最致命的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内部想法变成全国人大正式进程的？那一张草稿纸到底是谁先递上去的？你看懂了吧？黑龙江这点地方账只是逼栗战书出来说明问题的邀请函，而2018年修宪的惊天内幕，20大那份神秘的人事名单，才是真正要从他嘴里吐出来的致命总账。只要栗战书一开口，习近平这13年里最见不得光的进程账就将被一笔一笔彻底曝光在全党面前。这就是推倒习近平多米诺骨牌的致命第一仗。那么问题就来了，栗战书凭什么知道这么多？这个当初被各方势力都看作是老好人的，究竟是怎么一步步爬上中办主任的位置？又如何成为习近平最狠的拆墙人？这事儿咱们下面一段一段扒。不过先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看中南海这帮人斗了一辈子，争来争去，到头来争的是个啥？说穿了就一个字：命。保命、续命、
最好能长生不老的一直赖在那张椅子上。习近平拼了命要改宪法，要干一辈子，图的不就是这个？可咱们普通人不稀罕争那张椅子，咱就图个实在的，身子骨硬朗，夜里睡得踏实，早上起来有精神头。说到养这口元气，今天得谢谢一位老朋友普瑞堂，他们家那根玄宝黑参补的就是咱普通人这口气。现在下单满500美元一单，就送你一根普瑞堂玄宝黑参，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JF， 记住喽，江峰的 JF 全球包邮，你人在天涯海角都给你送到家门口，给自己补补，给爸妈备一根，比啥都实在。养命的事就唠到这儿，那帮抢着给自己续命的人，咱接着看。说起栗战书，很多人至今都觉得他是习近平原装进口的嫡系。其实仔细翻翻习近平真正的班底，闽江旧部、枝江新军，那都是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一边喝酒一边结下死党交情的铁杆兄弟。而栗战书呢，在2012年之前，他根本不在这个内核圈子里。栗战书早年的起步虽然很快，80年代就做到了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但到了江泽民当政的10多年，被结结实实地扔进了冷宫。1997年，他被从河北省委秘书长的位置上挪开，去挂了一个什么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空头职务。1998年调到陕西，头2年也是个没人理的边缘角色，一个40多岁就做到副部级的干部，在这个台阶上一卡就是整整10几年。最后真正把他从冷宫里拉出来，给了他第2次政治生命的是胡锦涛。2003年，胡锦涛刚全面接班不久，开始在地方布局。栗战书被紧急调到黑龙江当省委副书记。2007年，他升任黑龙江省长。2010年，他又被调去贵州当省委书记。这是胡锦涛在亲自伸手，把一个在江泽民时代被晾干了的边缘人重新推回正部级。所以，从政治派系和知遇之恩上算，栗战书是不折不扣的胡锦涛提拔的。那么栗战书又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坐进中央办公厅，当上大内总管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共党史上最荒谬的那场车祸。2012年3月，令计划的儿子开着法拉利在北京4环上撞得粉身碎骨，直接把令计划这个当时的大内总管撞下了神坛。在令计划还挂着中办主任头衔时，栗战书已经先进中办，先站到了常务副主任的位置上。时间是2012年7月到8月之间。到了9月1日，官方突然发出一条极短的人事公告，令计划改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2个月之后，11月15日，习近平才正式接任总书记。栗战书是在胡锦涛还没交班，习近平还没接班，就提前进入中办，接过了令计划的位置。胡锦涛看栗战书，觉得这是我亲手提拔的，政治上保险，听话。习近平看栗战书也满意，为什么？因为他们早在80年代在河北当县委书记时就认识。后来栗战书在陕西，习家的人回陕西富平老家扫墓祭祖，也是栗战书亲自出面鞍前马后伺候的妥妥帖帖，跟习家一直没断了香火情。当时中共元老觉得找了一个平庸、安全，能让权力平稳过渡的老好人，可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亲手放进中南海的，竟然是一支即将把中共过去几十年集体领导、平稳交班的规矩，一条一条亲手拆得粉碎的致命恶狼。他一进中办，立刻调转枪口，彻底倒向了习近平，让整个中南海感到了刺骨的冰冷。当时的中办那是令计划盘踞了整整10几年的私人领地，从秘书局、人事局到最关键的保密系统，里面充斥着令计划安插的亲信眼线。说的难听一点，习近平每天看什么文档，见什么人，甚至连他在中南海里散步说了什么悄悄话，转头就可能被报到胡锦涛江派大佬那里去。如果换做一般的政客，
可能就是慢条斯理的搞内部审计，今天查这个贪污，明天查那个违纪，一个一个的调离。可栗战书不玩这一套，太慢了，他直接来了个釜底抽薪，给中办立了一条全新的死规矩。中办不再只是个端茶倒水、上传下达的办公厅，而是一个政治机关。看，杀气腾腾。什么叫政治机关？那就是说，在中办工作，业务能力不重要，资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在政治上到底听谁的。这把无形的政治尺子一立起来，栗战书就根本不需要去费尽心思找你的罪名了。只要你被粘贴一个政治不够忠诚的标签，不管你是局长还是科员，直接整批的调离下放靠边站。就这样，栗战书用最粗暴也最有效率的政治清洗，把一个原本服务于几代老领导的大秘书处彻底改造，变成了只对习近平一个人负责。中办这一摊算是关严实了，可中南海外面呢？外面还有退而不休的元老，当时的能量大到你无法想象。他们只要给某个省委书记打个电话，下面的人就得掂量掂量。他们只要在茶余饭后替某个年轻干部说上一句好话，组织部就得乖乖听进去。更别说几个老家伙私下喝个茶聚个会，外面马上就会疯传，是不是又对现任班子不满意了？这正是习近平最不愿意看到也最感到恐惧的局面。所以栗战书替习近平办的第二件惊天大事，就是把刀口转向这些退休的老干部。问题是，这些人资历太老，背后的势力错综复杂，直接动手抓，会把所有人逼到一块儿，逼出兵变来。所以栗战书用了一招更绝的，把你变成聋子和哑巴。很快，中办开始源源不断地下发各种针对离退休干部的新规矩，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紧箍咒，什么严守政治纪律，不得妄议中央，不得干预人事安排。翻成大白话就是3条铁律：第一，你们不能随便聚会开会，只要聚在一块儿就是私下串联；第二，你们不能随便对现在的政策发表意见，只要说一句不好听的就是妄议中央；第三，你们不能随便跟以前的部下、跟地方官员打电话联系，只要敢打就是干预人事。甚至到后来，老干部想要出京，去哪里旅游，见什么人都得先写报告，经中办批准才能放行。老干部们开始害怕了，打个电话，且慢，话筒那边有没有监听？去外地旅个游，报告递上去了吗？渐渐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元老们集体闭嘴了。可栗战书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在台面上可还坐着一整批正当壮年、手握实权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呢。这帮人，有人管宣传，有人管经济，有人管政法。他们如果联合起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个不字，习近平依然只是集体领导里的一个大股东，而不是绝对控股的董事长。于是栗战书祭出了他最阴狠也最颠覆集体领导原则的第3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高层最爱挂在嘴边，用来向全世界炫耀的，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按照原来的规矩，政治局委员甚至是常委，大家名义上都是同僚，坐在同一张会议桌上，地位是平等的。你分管你的经济，我管我的宣传，他管他的政法，大家各管一摊，谁也别想把手伸进别人的地盘里。在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虽然是召集人，但要是真遇上什么重大决策，大家还是得商量着办，甚至还要投票。但习近平对这种集体领导感到极度反感，在他眼里，这叫政令不出中南海，这叫诸侯割据。他要的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个人服从。于是2017年10月27日，19大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习近平主持，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后来公开披露这份规定，要求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至于这个主意是栗战书的公开材料，并不能证明，但是有相关材料指出，这是栗战书在中办主任任期末推动的制度。
而这个制度在政治局通过的时候，栗战书已经从替习近平管中办的人变成仅次于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后的第3号常委，所以他有资格参与推动背书这类制度。大家听听，书面述职，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年底写个工作总结，交个思想汇报吗？在公司里上班，谁不写 PPT 呀？但是对于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来说，这份报告交给谁，里面的政治意义完全不一样。以前政治局委员是向政治局常委会向集体负责，现在这项新规直接规定，每个人必须单独写一份白纸黑字的报告，亲手交到习近平本人的手里。这份报告里要写什么？你今年用了哪些干部？你管的部门去的地方出了什么纰漏？你跟哪些人见了面？你在工作中是怎么不折不扣运行总书记重要指示的？你有没有在私底下产生过别的想法？这些全部都要白纸黑字，毫无保留地写下来，排着队交给习近平一个人审阅。想一想这个画面，每到年底，那些在外面威风八面、掌管几亿人生计的省委书记、副总理，得像小学生一样，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私生活和思想动态写成报告。而习近平就坐在预案前，拿着红铅笔在上面画圈、打叉，甚至写下冰冷的批语。这是一场1年1度公开的政治驯服仪式。在这个仪式面前，集体的脊梁被一根一根的捏碎了。政治局开会讨论一项政策，你本来有不同的意见，你在张嘴之前得先在心里掂量掂量，我今天提了反对意见，会不会直接决定了我明年还能不能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上？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心理高压下，谁还敢说一个不字？谁还敢提拔一个习近平不知道、不喜欢的干部？政治局会议从此彻底变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独角戏。你看，这就是栗战书这个人，他进中办以后干的这3件事，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它是一条无比清晰、刀刀见血的夺权主线。第一步，关紧中办的大门，把习近平身边处理得干干净净。第二步，勒紧老干部的绞索，让那些退而不休、企图干预大局的元老集体变成哑巴。第三步，抽空政治局的脊梁，把台上那些掌握实权的封疆大吏通通降格为定期交心交底的奴仆。到了这一步，习近平在实际操作中已经拿到了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但是他还差最后一道，他想再干第3任、第4任，甚至终身任职，那就必须把宪法里写得明明白白。当年由邓小平亲手确立的国家主席只能连任2届这条死规矩给强行抹掉，这是一颗形同政治自毁的终极炸弹。当时的全党、全国，甚至习家军内部都在私下里瑟瑟发抖，没人敢去碰这根高压线。然而，这最后一道鬼门关，这颗随时可能把操作者炸得粉身碎骨的修宪定时炸弹，最终又一次落到了栗战书的手里。在2018年那个人人自危的春天，栗战书究竟在全国人大的舞台上动用了怎样令人目瞪口呆、近乎流氓无赖的政治手腕，才把这惊天的一步给强行跨过去的？而这场在8年前被强行通过的修宪暗箱，为什么又在今天成为了反习同盟手里最致命也最合法的清算底牌？这里是江峰世界，我们下期接着聊。